明年这个我还能见到几位老师，然后呢，穿红衣服的，这个还能见到很重要，穿红衣服的。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名场面。你说一般来说，在一些论坛上互相怼，或者说是人设崩塌的这种场面，我们不是没有见过啊。之前马云跟马斯克的对谈，或者是这个联想杨元庆跟马斯克的对谈，都曾经一度让他们这个人设崩塌。但是像这种当着人家的面公开诅咒人家活不到明年，这种人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就是这个人实在是太他妈缺德了。穿红衣服的，我希望这么长时间的岁月都没有让他的性格变得收敛。因此我对2024年他性格收敛，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穿这个保守颜色衣服的，我希望，延年益寿，健健康康，长长久久。而且说实话，你说人家杨元庆也好，马云也好，多少还是有点东西的。你他妈陈前你是谁呀？真的是活久见，活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种一个后起之秀对于商业界的这个前辈出言如此不逊啊！这种素质这么低劣的网红，实在是让人无语了。所以同样是后起之秀的成长之路它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之前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曾经经历过的，同样是很多事情。那我今天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慢慢聊一下。实际上这个场合呢，他就是地产大亨这个冯仑他邀请了这个王石跟周鸿祎，他两个好朋友跟这个商界大佬一起来举办一个2023年的年终秀聊一聊这个过去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将来。然后主题呢就是大家要挺住，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一两年大家不容易哈，也因为刚刚这个陈前呢在一档节目当中采访过这个冯仑，所以他也就顺便邀请他自己的老乡这样一个网红后辈也一起来参与一下。这个叫做陈前的博主呢，他是一位在商业访谈这种赛道做到头部级别的一个抖音的一个 UP 主，他的这个粉丝数量应该已经超过了600万。他的节目呢主要是采访一些年轻的创业者，让他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分享一下创业的经验因为很多年轻的这个创业者或者是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呢，都会就是观看他的这个节目，所以这个陈前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一个人人敬仰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创业导师。然后依靠着这一波流量的红利呢他的团队在2023年也变现数千万。收到这个邀请，对于陈前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有机会跟在中国最顶级的这些企业家同台，一起探讨，一起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跟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把握得好呢，他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可以就是为他将来的这个成就做很多的铺垫的。但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跟他平时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侃侃而谈，就是非常睿智、非常就是稳健的这么一个形象大相径庭的是，在当天晚上这个陈前的表现是非常的差劲。首先呢，在这个节目呢，第一个环节就是几位商界领袖都分别发表一下各自的演讲，然后呢这个冯仑也非常给陈前面子，也给他自己单独有安排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演讲的时间。其他几位商界大佬的表现自然就是不需多言了，因为大家都是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在一个公开场合做演讲，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基本功，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轮到陈前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拿出一个小本本，然后拿出自己写的这个演讲稿，然后对着稿子念，都还说话说得吞吞吐吐，就是断断续续感觉好像非常紧张。离开了讲稿，简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然后呢，就这么一个演讲水平，他还好意思让这几位前辈跟他就是点评一下然后这个冯仑跟这个王石呢，也都打个哈哈呢，也基本上也就过去了。但是老周鸿祎呢，他可能这个人比较实诚然后也就给了他一些反馈。第一个反馈呢，就是说他干嘛就是放着好好的提词器他不用，然后要对着讲稿去读。这个感觉好像念稿子这种事情是不太专业的。另外呢，就觉得他整个你就算是读稿子吧，你这稿子写好一点也行，
结果呢，他的这个稿子让人感觉好像是通篇都是灌鸡汤，用大词抒情情怀，然后呢，全是一些假大空、形而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然后其实老周也还提到一点，就是可能这一点就是刺痛了这个陈乾。他说，如果让现场的观众来点评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你是当天晚上演讲表现最差的那一个，而且你这个对着稿子念，让我感觉好像有点昏昏欲睡，可能就是这些评价就是刺痛了这个陈乾。结果从这一刻开始，陈乾就已经开始就是针对周鸿祎开始就是各种怼，各种在言语上进行无谓的一些交锋，好像是想用这种语无伦次、气急败坏的表现，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场子，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他自己因为收到这么一个邀请，非常重视所以认真准备了稿子，然后他就相当于就是反讽其他几位老大，就是又不好像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情，说人家没有认真准备。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了。你怎么知道台上人家看起来侃侃而谈看起来讲一些段子不重视呢？人家这种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背后没有好好就是练习，没有好好彩排过呢？说实话，其实周鸿祎当时看到他这样对他给了一些演讲的反馈，有点就是着急了以后，老周还主动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糗事用另外一个段子想帮他就是遮掩一下，把这件事情糊弄一下，就是大家都过去就算了。他还分享了当年他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怎么被人家给忽悠了，然后怎么就是乱七八糟演讲一通，然后还被马云跟他说你这么演讲怎么不对，你应该多讲段子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周鸿祎已经在给他台阶下了，结果这个陈乾呢，他就基本上不接，人家给他台阶递过来给他都不接。我觉得他就这个人吧，可能整个的就是在整场这个论坛这个环节当中，他根本就是自己的定位出了问题。因为人家冯仑作为这个中国商界的就是老大，对吧？人家邀请他来参加这个节目，邀请他来做一下主持，邀请他过来就是访谈一下商界的这些领袖。我觉得第一，因为他这个陈乾之前他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主要就是访谈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对吧？现在有机会也可以访谈一下就是商界的这个前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冯仑本人呢，其实也是想就是吸引一下年轻观众的流量，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陈乾是这个冯仑的老乡嘛，对吧？刚刚接受过他的采访，觉得这个年轻人还不错，他也有想提携一下后辈的这些美意。本来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陈乾他自己的这个思维呢，就是他的模式是有一些问题的。他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呢？你可以理解成陈乾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新晋的一个状元，高中的状元。在他陈乾的眼里面呢，这些冯仑也好，王石也好，周鸿祎也好，他们是前几科的状元，他们是曾经的状元，他们已经是过气了，对吧？而我自己陈乾作为一个新晋的状元，我是当红炸子鸡，我是媒体的宠儿，对吧？我影响力特别大。然后呢，我参加这么一个场合，第一方面呢是可以就是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当年是怎么能够创业，或者是就是怎么样能够坐上这个状元的宝座的。我觉得从陈乾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会把这个场合当作是商界的前面几个领袖，就是正儿八经的认证他陈乾作为新一代的商界领袖，对吧？你可以当他，尤其是陈乾看到这个海报上自己能有机会跟前面几位大家公认的商界领袖就是能够平起平坐的时候，我觉得他看到海报的那一刻，他就会把自己完全跟前面几位商界领袖就是觉得是可以平起平坐，可以平等的去交流了所以你看他嘛，就是一来就问这几位前辈说怎么看年轻人创业这个话题。结果呢，这个王石呢根本不接他这个问题，然后那周鸿祎呢就直接也不认可他这种标签跟分类，就问他，怎么93年的也还算年轻人吗？就说什么是不是年轻创业者，你不能直接用这个年龄来贴标签，你要看他的心理状态什么什么的。其实人家也表明了，就是说你这个你不要动不动就好像就说自己是
年轻一代，然后把前面这几位都说人家是老了，好像是过气了。但他这个人呢，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有机会参加一个这么重要、这么高端的一个饭局啊，立马就去买新衣服，穿得非常正式，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还准备了一堆的就是商业洞见什么，想着说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在前辈面前表现一下。结果去到这个饭局呢，发现原来几位前辈都在这边闲聊东扯西拉，甚至每次当他想要聊一聊什么行业洞见啊，想要分享一下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呢，人家都把话题给转移了，甚至还聊这个荤蛋子，聊得特别开心。那他就觉得我觉得他这个陈前就特别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你看他不但是演讲不行，而且你说如果作为一个主持人，他其实也完全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个的这个论坛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没有礼貌，他从来不会向前辈说用这个您这些敬语这些尊称，反倒是呢，你看他的肢体语言，他这个腿恨不得伸到这个周鸿祎的凳子下面去了。而且呢，在人家说话的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想打断别人，比如说让那个周鸿祎聊到中间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他就插一嘴，他说：“哎，你等会儿，你讲的这个跟我不是一个意思吗？你不他妈也说到这些什么憧憬这些什么好奇心吗？你刚才又说我演讲的不好，说什么假大空，甩这个大词，你他妈不也一样吗？”当冯仑他自己分享到当年这个什么马牛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也表现的好像没有兴趣想知道这些典故，就是一点都没给人家这个冯仑面子。而且他后来又还问冯仑说：“哎，周鸿祎之前有没有来过这个圆桌论坛呢？他这个人他能不能跟别人一个圆桌啊？”然后周鸿祎看到这个气氛有点尴尬，还想主动缓和一下，就还自己开玩笑说：“我是属于搞笑，我属于气氛组的。”结果这陈前还紧跟了一句：“你们事后聊完之后，这个微信还留着吗？有没有删掉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王石跟这个周鸿祎开这个玩笑，人家是同一个层次的，人家算是比较熟，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陈前作为一个后辈，人家跟你很熟吗？你这样去开前辈的玩笑，这样真的合适吗？我觉得他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边界感，他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而且说实话，这个冯仑人家邀请你来，你的角色是一个主持人，对不对？因为你本来你作为一个网红，你就是这个所谓的商界的一个访谈节目嘛，对不对？虽然人家也很给你面子，就是大家前面几位领袖在做演讲的时候，你也有同样的待遇，你也能去做演讲。当演讲结束了以后，大家都坐上这个论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自己应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你的主要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能够控场，让这个谈话顺利进行。但是呢，就像周鸿祎所说的，这个陈前他其实根本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一会儿呢想当的是主持人，一会儿呢因为这个表现欲这个发言欲太强烈，一会儿又想做这个 speaker， 就会变成让我感觉就好像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央视某主持人，对不对？他采访过几个世界名流之后，就自我膨胀到觉得自己也好像是属于世界名流的一员了，自己也应该是属于世界名流这个级别了，就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所以，你说一般来说就是OK， 你在这个台上你表现得非常得体，然后主持的就是非常的顺利，既能够控场，也能够激发大家这个演讲的，就是谈话的这个欲望，这个事情非常好。然后与此同时呢，你不着痕迹的添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意见，不着痕迹的，就是作为一个后进的这个后起之秀，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代表，就是非常稳重，非常就是非常沉稳的，向就是商界的这些身经百战的一些领袖请教一下，在当前这么一个比较严峻的这么一个经济形势下，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创业的年轻人，你们这些老前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好的一些教训可以给到我们？我觉得这些是陈前作为当天晚上的主持人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一个，就是人家期望的一个结果。如果他能把这个事情这个任务做好了，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好的完成了他自己本来应该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着痕迹的让人家觉得说，这个陈前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业者，作为年轻一辈，确实是非常的优秀。多数人也不会在意他到底是 speaker 或者是主持人。我觉得，甚至如果他自己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的话，可能慢慢的大家就会默认他是年轻一代优秀创业者的代表。我觉得他就把这个江湖地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因为陈前这个人呢，他实在是太有表现欲了，所以他不是在控场，他实际上是变成在砸场子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周鸿祎还非常友善的，就是一点也不介意的，就说我跟你客串一下主持人的角色，甚至非常主动的就想要代表年轻人，就是像这些年长一辈的商业领袖，就是讨教怎么样在这种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怎么样才能够渡过难关，怎么样才能够挺住。我觉得他是表现得非常大度的。但是陈前这个人呢，他不单单是主持水平有问题，在我看来，他的人品是非常有问题的。他在这种现场的一种跟人家言语上进行交锋、进行讨论的这么一个压力的环境下，将自己真实的那一面暴露无遗，不尊重别人，心胸狭隘，然后报复心很强。仅仅是因为大佬对他一些点评，就已经开始就是语无伦次气急败坏，狗急跳墙一样，就是打断人家的说话呀，又诅咒人家，非常没有风度。比如说他一上来在自己的演讲当中就已经开始接人家周鸿祎的短，就已经针对别人。对，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对吧？360的创始人周鸿祎，他是一些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起点，他的发家致富就是靠一个当年很多人都非常痛恨的这么一个流氓插件3721才开始他自己的创业之路的。至少在这个场合当中，我觉得周鸿祎的表现是非常得体的。他不但没有跟这个年轻人计较，其实还在反反复复的给台阶，让这个陈前去下。结果这个陈前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管理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前辈调侃2句，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实在是太小肚鸡肠了，他反反复复的怼，反反复复的想要找回自己的这个场子，我觉得实在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哪怕是最后了到最后一个时候，你把自己稳住了，然后漂漂亮亮的把这个事情给结束了，也还能够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结果他不仅是在这个结束语的时候讲得结结巴巴、磕磕巴巴，还在诅咒别人短命。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人太没品了，实在是太没品了。你想想看，人家大佬冯仑请你来，你不但没有非常好的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没有把这个事情主持好，还把冯仑的2个好朋友都得罪了。你看看他在这个结束语当中都说的是些什么话希望明年还能见到几位老师，尤其是这位穿红衣服的今天我也穿的是红衣服的他当然在这个场合上他说的就是周鸿祎了，然后人家周鸿祎还在继续帮他圆这个场子，不想就是让这个场面这么难堪，这么尴尬。周鸿祎还开玩笑的说我对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你不是很有信心，对吧？如果这个时候陈前你再接住了，你再兜一兜，大家皆大欢喜，嘻嘻哈哈，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结果他竟然还说我只是客套一下，然后我就开始了非常炸裂的这么一段他就说这么长的岁月里都没有能够让这个穿红衣服的人性格收敛一下因此呢，我对2024年他能不能收敛不抱任何希望。拜托你谁呀？你有什么资格让人家收敛一下，还不抱任何希望啊？然后呢，接下来更夸张了穿这种正式衣服的、深颜色衣服的，他还说这个我希望他们延年益寿、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你想想看，他这是真的非常成功的，就是从一个比较本来应该是充满了洞见、充满了思维交锋跟这个碰撞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意义，让很多人有收获的这么一个场合，成功的变成了一个进行人身攻击、诅咒人家短命的非常 low 的这么一个大型的翻车现场。我说实话，我其实看到陈前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太能够理解凭什么这个人这么差劲，他能够在抖音做到某一个赛道的头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有一些东西的。但是为什么
在去掉自己的这个滤镜跟光环效应以后，这个人在现场的实际表现这么的差劲我觉得当然不可以否认，就是他在自己的视频节目当中，因为有他自己的团队给他写稿子，因为有团队的这个视频剪辑的这个功力在，所以他可以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自己非常睿智、非常沉稳让人就比较敬仰的这么一个创业导师的这么一个形象，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说实话，你对着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侃侃而谈，然后你能够跟他们谈话谈得非常有成效，这不代表你在一个访谈的节目现场，你能够 hold 得住这些顶级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思维都是非常活跃、非常跳跃的，他们的经历那么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哪怕你在当时的现场表现没有你在自己的视频节目当中那么的优秀，多数人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对不对？你只要放低姿态，不要对自己自视甚高，就算是有一点点落差，我觉得也不至于说这么的失态，然后直接人设崩塌。我觉得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对不对素质不一样，机遇也不同，只要你心态很好，姿态足够低，你可以慢慢学习，慢慢进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非常赞同老周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用年龄来贴标签，你关键的是看你这个人的心态怎么样。你心态足够年轻，哪怕你是60岁，像王石一样70岁，你仍然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有活力、非常有进取心的这么一个人。但你30出头，你就已经觉得自己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我觉得真的，你如果要我看的话，在现场，我觉得谁是老年人，谁是年轻人，还真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说你别看人家这么多人抨击的，网上舆论一面倒的说他不好，人家黑红也是红，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人家这次红出了圈，连我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的人，也开始谈论起陈前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人家是成功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人家红了，一炮走红了，对不对？其实在我看来，你真的想红也大可不必这么去操作，对不对？同样是后起之秀的这个成长之路，有的人可能一夜之间人设崩塌，他的粉丝就是粉转路，也有人会在快速的成长之后，最终自己能够成功的跻身在顶流之列。所以举一个例子吧，同样是就是表达欲非常强烈的董宇辉，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就拿捏得非常的好。董宇辉他在访谈这个周鸿祎的时候，周鸿祎本人也是对他就是赞赏有加。其实看到这个视频看到这个陈前的这个表现以后我对于个人成长这一点其实还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以前在北京工作时候的我的那个老板，他同样是在30出头的一个年纪开始创业。作为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一个80后的女生，其实她的起点不要说跟陈前跟董宇辉相比了，甚至跟我相比，她的起点也是相当的低。你想想看董宇辉人家新东方的老师，对吧？人家教育非常好。陈前更不用说了，英国留学回来是吧？赶上自媒体的风口，一飞冲天。我之前那个老板，他高中都还没有毕业，就跟着舅舅到北京来创业，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你说是创业，说实话说的不好听，其实也是在跟自己的舅舅打工，对不对？但他就硬是靠着自己的公余时间，他自学了英语，补齐了本科文凭，然后他还自嘲自己是street smart 已经足够了，我现在也要补一补自己的这个 book smart。然后他在长江商学院 MBA 毕业之后2次创业，一开始也非常不顺利，因为他的这个商业模式不被人家认可，公司甚至穷的连自己的这个商务车都买不起，所以凡是出门都是要靠打的士。就算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人吧，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接地气，没有任何一点就是当今很多网红身上的那种非常浮夸的那种气质，所以他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能够带领这个公司成为教育科技行业的头部龙头企业，也是全球屈指可数的几家 EdTech 独角兽公司。他的这个成就远非
陈乾这种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什么是独角兽公司。其实所谓独角兽公司就是，第一，你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开上市，但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么一家公司第二就是你的这个预计的公司的市场的价值是超过10亿美金，而当时这家公司在市场上的估价是超过了30亿美金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这个老板他的这个成就是远远超越现在像这个所谓陈乾这种人的。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跟 CEO 他其实要经常做各种的公开演讲，就比如说第一轮的融资的时候，你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不对？你要上台去发表一个针对投资人、针对新闻媒体的一个演讲。所以每次彩排的时候，我们作为 CEO 办公室的这些高级幕僚都会发现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虽然每次面临这种重大的关键的节点的时候，我们都有非常的就是操心，非常的担心它就是临场会出一些问题最怕的就是卡壳或者是沉默或者是这种可怕的时刻。但说实话，每一次呢，我们也都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旦上了这个舞台以后，他总是能够临场超水平的发挥，在舞台上的表现永远是光彩夺目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老板他最厉害的地方，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非常善于快速的从别人身上学习。像比如说 ABCDE 几轮融资下来，这公司越做越大，然后世界最顶级的投资人跟中美的政商各界各路神仙纷至沓来。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说这个公司这么有潜力，想分一杯羹，将来如果一旦上市的话可以赚很多钱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密切的接触了很多大家就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非常高端的这些各类的人物。作为公司的创始人跟 CEO， 他接触的这个圈子其实是越来越高端，所以我肉眼可见他的这个成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非常好学的这么一种低姿态的话呢，我觉得大概率他也可能只是会像陈乾一样昙花一现，绝对不可能成为就是商界，尤其是那几年在互联网江湖当中女豪杰的一个顶流。也正是因为那几年我在他身边呢，有幸见证了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陈乾这么一个网红人设崩塌的一个名场面，我其实有特别多的感触想跟大家分享。或许我会单独开一个系列的视频，就是讲一讲独角兽的这么一个顶级朋友圈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然如果你要谈一些前公司前老板的一些轶事的话，可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敏感，所以我可能会考虑把这些内容放到会员独享的这个栏目里面。因为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其实刚刚开通了这个会员，但是可能刚刚开始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如果您对于我刚才说的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真的是欢迎大家就是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如果看到有朋友订阅，有很多人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我就会就是做一个系列的视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那些年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我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人的个人成长还是会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感谢您观看我今天的视频，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